大家好，今年直奔39岁的李小璐，到现在依旧是一颗不变的少女心。往好了说，就是心态永远的年轻；往坏了说，就是个性永远贪玩。年近不惑的她，明显还没有从4年前的皮几万事件中清醒过来。电影世家出身的李小璐，看来一辈子都无法摆脱光怪陆离的高度理想化的爱情说和电影感。按理说，她跟贾乃亮的婚姻几乎跟赵丽颖、冯绍峰的婚姻都有一个羡煞旁人的惊人共性，那就是实打实的郎貌女才，才子佳人，女方都是惊人的美丽，男方都是超赞的帅气。这种小说必备的套路，琼瑶必选的角色，居然都落入了真实凡间，还成为了良缘的组合。然而，真实的社会总有各式各样的人间的烟火以及凡俗的诱惑，打破了各种本应不老的童话传说。对于赵丽颖而言，自己的丈夫在婚前婚后都不曾改过的对母亲的依恋，让2个人的婚姻成了3个人的剧场。对于李小璐而言，自己的丈夫在婚前婚后都未曾间断过的万千宠爱，反倒让2个人的婚姻莫名其妙的触礁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呢？因此，对于众多酷爱追求高颜值的花痴男而言，假如某天心想事成，天上真的掉下一个美若天仙的李小璐的话，你可真要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贾乃亮的本钱和无限量的包容。因为李小璐无论婚前婚后都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不是病的病，如影随形。跟贫寒出身后天打拼的赵丽颖不同，这个李小璐从小就拥有得天独厚的先天资源。她的爷爷是81电影制片厂的老兵，她的爸爸就是81电影制片厂的导演，她的妈妈更是老牌演员出身的张伟欣。这样的圈内组合资源，让她在年仅3岁的时候就可以出世舞台，崭露头角了。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的万千宠爱，让她打小就活成了一个无忧无虑、心比天高的小公主的模样。所以贾乃亮在追求她的过程中，除了一路都是仰望公主般的贵姿去宠溺她，更像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一样，倾尽了所有只为美人的倾城一笑。网络是有记忆的，在贾乃亮的过往采访中，大家依旧可以看到他那些挖空心思、掏心掏肺，甚至失去自我的各种示爱的方式。无论婚前还是婚后，贾乃亮可以为了李小璐跑遍整个北京城，只为给她买来她所喜欢的紫色的玫瑰花。甚至贾乃亮的卡里只有3万块钱的时候，只要任性的李小璐看中了一件衣服并点了点头，就能一下子刷掉他2万9，一下子就剩下了1000块的生活费了。以至于他们结婚的时候，贾乃亮不仅继续跪，还加了一个跪稳臭脚的戏码。因此在这场婚姻中，贾乃亮仿佛变身成为了爱的奴仆，而李小璐自然而然也因此成为了爱的女王。李小璐在一次采访中兴奋地谈到自己人生的3大愿景，第一就是拍一部轰动的电影，这点她做到了。因为天域虽然依旧被禁，但绝对是轰动一时的时代绝唱。第二就是要做一个成功的女人，这点她也做到了。事业、家庭、爱情也都相当的成功，也让她相当的迷失。第三就是过一个浪漫的人生，这就有点麻烦了。因为一个人的人生少则70、80年，多则90上百。如果想一辈子浪漫，这就太理想、太公式、太公主了。所以婚后的她为了制造更多的浪漫，碰上了浮夸渣男皮几万，跟着就不浪漫了。不过几年下来，依旧任性的李小璐还没有认真思考过如何改掉公主病的问题。她依旧享受着粉丝的掌声、吃瓜的口水，以及没完没了的闹剧和绯闻。这不，她又闹出了小鲜肉的男友传说。人生就是各种选择的组合，一招不慎，或许就满盘皆输。或许某些男人们依旧会怀揣各种颜值的执念和遐想，然而神仙颜值的李小璐
却用他的婚姻真相打破了各种颜值党的迷思。也就是说，婚姻最终需要上半身的思考。公主病不是病，病起来要人命。相比吃着苦头长大的赵丽颖，蜜罐子里长大的李小璐，或许压根就不想去理解什么叫务实。这次的离婚或许只是下次浪漫的开始，而下次的结婚又或许是再度任性的爆发。无论如何，对于男人而言，看别人吃闷棍毕竟还是长见识的。如果您是唯一颜值论者，你又怎么去看待婚姻呢？你又如何去看待赵丽颖或李小璐的离婚呢？